大家好，我是威仔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本期呢，我给大家带来2025最新 Telegram 防风指南。这是最新出的攻略哈，之前的那些攻略呢，只能说一般啊。这个是我最新更新的攻略，是好使的啊。以前的也不能说不好使嘛，反正就是过时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看之前呢，给大家来发个小广告啊，还有很多小伙伴没有这个电报账号，可以加我这个微信和电报账号来购买啊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教程。我今天讲的是虚拟号最新防风攻略啊。请用干净的节点登录，先养号7天，每天挂半小时，必须是同一 IP 养号，至少48小时后再更改你的2级密码，来绑邮箱、汉号和 T 设备，要保证自己多设备在线。请用同一节点多设备登录啊。这个就是我最新总结出来的防风攻略啊，通过了实践的这。然后第一步呢，就是要找一个干净的节点啊。我要推荐这个红雀云机场里面的这个美国直联的这个节点啊，然后检测一下 IP 地址。我们可以查一下这个207.174.7.209啊，就是这个 IP 地址，到这个 IP 检测网站来查一下啊，就207.174.7.209。这个检查下来是非常安全的，30以下，欺诈评分30以下就可以用来养号了啊。还有一点大家要比较注意啊，比如说我这个账号是美国账号，你使用美国节点去养号是非常正确的。当然你也可以，你没有美国账号也可以使用其他节点，最好是首选是美国节点，美国账号首选用美国节点养号。像加886没有办法，那你可以使用香港节点和美国节点来养号。像什么马来西亚的最好用马来西亚节点养号，实在没办法你可以使用其他节点来养号啊，这是一点。还有机场的节点，有些机场的 IP，有些机场的节点 IP 是3-4小时变动一次的啊。但是这个红信不是，我测试下来不是啊，它就是一直是这个207.174.7.209这个节点是，节点的 IP 是不能变动的，养号7天当中是不能变动的啊。如果频繁更换 IP 地址的话，非常容易触发电报的风控啊。大家要记住一点，要自己判断一下自己机场这个节点的 IP 会不会变动啊。然后呢，我再讲一下这个 Telegram 到哪里下载，最好是到官网，就是官网啊下载啊。现在比较推荐大家去下载这个官方版的这个安卓版的啊，我这个安卓版也是啊，就是这个下载这里点击这里下载官方版的。还有一个就是，那如果手机支持谷歌框架的话，可以谷歌商店下载。这2版用下来是非常好使的。现在这个下载还有上面这个下载啊，也好使的。现在 Telegram 叉也不是特别好使了。今天是最新的教程，就推荐这2款 Telegram。原来官方版有很多 bug， 但现在最新版的好使了，就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最新教程嘛，那可能用最新版了。然后我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容易触发电报风控的行为啊。第一点已经说过了，使用不干净的节点登录。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，其实所有的机场使用的这些 IP 呢，都是机房 IP， 很少有机场可以使用住宅 IP， 也就是那些美国加宽 IP， 那些是真的是绝对安全啊。刚刚那个网站检测的，就是检测的也只能说是相对安全，加宽 IP 才是用来登录电报是最安全的啊。然后第2点就是频繁更换 IP 地址啊，使用电报的话，你不能刚刚是这个美国节点登录的，过个2个3小时你把电报退出了，然后变成一个香港节点，然后你再登录电报，这样的行为就非常容易触发这个电报风控啊，大家要注意了。然后其他的呢，就是首次登录这些问题啊，这些首次登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首次登录就批量私信，这个康值在哪里呢？5个，批量私信5个好友，批量私信5个陌生人，你就会被监控啊。如果你养号养了1个月的话，你可能就是你私信了5个人，发了5次广告，你养号养了1个月之后呢，他可能就警告你一下。如果你这个才养号了1-2天的话，那可能就直接冻结你的账号了。这个就是我实践下来的结果啊。然后首次登录就修改登录密码，这个行为可能会被冻结啊。然后首次登录就改绑手机号码，这个行为也可能被冻结啊。然后首次登录就改绑邮箱，这个行为也是可能被冻结了。然后首次登录就群发广告，这个行为是100%被冻结的。只要你发了，康值在哪里？你加了六个群嘛，康值就是加了6个群，发了6条广告，立刻被冻结，是立刻冻结啊。然后是首次登录就汉化，这个也是可能被冻结啊。
然后就是这个首次登录就查看账户限制啊，你就想查看这个账户有没有这个双向限制啦什么的，然后你找了这个机器人，然后这个是立刻被冻结的。这种行为是你查完之后，可能过个2、3小时它就会被冻结啊，我试过啊，尤其是这种没有经过养号的账号啊，一定要养号啊，大家。然后就还有这个就是首次登录就加很多有敏感内容的群或者频道啊，真实数据测试下来就是你加了7个群是没事，加到第8个群就会被监控了啊。第一次登录你就加了那么多群，官方就开始监控你，如果情况一不对劲，它就会冻结你。还有的就是那个首次登录24小时后就踢掉养号设备，那也是会被立刻冻结的，至少要48小时啊。你登录之后48小时后踢设备就不会被冻结了，这些都是非常要注意的，这些情况非常容易风控的啊，都是我卖了大量账号自己总结出来的，大家也可以去自己测试一下啊。然后说明一下，这些操作最好是在48小时后再更改你的2级，至少是养号48小时后再操作啊，最好是养号7天之后再操作，比较急的话48小时后再操作，就不会立刻被冻结了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测试下来就是这样，48小时之后就不会被这个立刻冻结，尤其是这种 T 设备，它直接给你冻结了。然后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报啊，点击设置啊，这些在哪里更改啊？一般都是在这个隐私里面啊。大家养号成功之后，就是养号7天啊，然后7天之后增加了 IP 权重啊，一定要同意 IP 去养号，然后养号7天它会增加这个 IP 的权重，就跟你什么国内的小红书啊，然后是抖音、快手那些养号都是一样的，你必须要有这个 IP 权重，你才能这个安全的使用电报啊。当然了，今天说的这些所有的都是虚拟号的这个防分指南啊，是虚拟号的防分指南，大家记得啊。第一个就是点击这里就是修改或者设置你的2步验证密码，然后点击这里就是直接点击这里就是改绑邮箱啊，然后点击这里就是踢设备啊，点击这里，然后你可以点击一下，可以点踢出设备，这些都是我在登录的设备，那就不需要踢。如果你是其他养号设备，你必须你可以在48小时之后，然后点击这个踢出设备啊，这是你正在登录的设备，这是已经登录的设备，点击这个是踢出所有之前的设备啊，直接踢出所有之前登录的设备啊。然后呢是这个啥叫电话号码在哪里改？直接点击这里就是改啊，直接点击这个号码，然后点击改变号码就可以改变了啊，一般都不需要改号码的啊，只有+86这种账号会被监控，需要改一下这个改绑一下手机号，不要被监控的。我这种美国号不会被监控的。好了，本期教程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。